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加密货币的量化交易工具的第九课，时间范围测试。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测试不同的时间段。那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避免这个过拟合的一个情况出现啊。那什么是过拟合呢？就是策略过度的去拟合历史数据的一个特征，然后导致新的数据在新的数据上表现不佳。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应该怎么解释呢？就是过度的拟合，就是说你把参数调的跟历史数据的过于接近，那这样的话，它只要市场一出现变化的情况下，你的这个模型的这个换换能力就变得非常差，所以它的表现就会很差。那举个例子，就相当于你要跟一个人交朋友，你为了去迎合他，你去迎合他的所有的缺点，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你都去迎合他。那你以他为标准，你再去交下一个朋友的话，你的这个交友的方式可能就会变得呃很不合群吧。那如果说你要抽取一些公共的一些交友的方式，那和这个例子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要抽取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一些那个公共信息，这样的话它才能在这个历史的在真实的盘面上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啊。那如果是纯粹的为了迎合历史，然后把这个胜率调得非常高，实际上它在这个实盘当中的这个胜率会变得非常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过拟合表现，它的这个收益率很高，然后它的这个胜率甚至达到92%，下部比率达到4.5，这个已经高的有点离谱了。但是它的那个实盘里面的测试，它的胜率就在5成以下，下部比率0.3，然后收益是负的。那所以说，你们看到在不管是视频还是文章当中说自己的一个什么胜率能达到什么8成9成以上的啊，这种的我建议可以忽略啊。真正在实盘当中，它能达到6、7成，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胜率了。不是说一两天达到6、7成就可以了，而是要长期的保持在这一个胜率上面。那这样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过拟合，如何识别过拟合。第一个就是训练期表现优秀，然后测试期这个表现比较糟糕。第二个的话就是策略的这个参数过于复杂，那条件有可能加到了8个、10个或者十几个，这种情况下，你要不然就会出现很难成交的一种情况，要不然就会出现这种就是和真实的数据偏差的比较大。那另外一个就是策略只在特定的时间内有效，微调参数后，这个效果大幅波动。那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模型的换法能力就比较差了，这个就是属于叫过拟合的一种状态。那验证这个策略的一个稳定性啊，那这个不同时间段，它可以验证一下这个策略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内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一下，它在1月到3月的收益率，这里是8、12、9、11，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都在10左右。那回撤也在3到4之间，这个就属于非常稳定的。那这个就属于波动比较大的，可以看到，呃，第一个季度挣了45，那第二个季度回撤到15%，那这种的策略不稳定的话，一旦出现了这个市场走势和自己的策略是相反的情况，那这样的话会出现大额的一个亏损的。那第三个就是不同的策略要适应不同的一个市场环境啊。你在这个牛市的情况下，呃，那个35%的收益，但震荡的行情负8，然后熊市的28%。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趋势策略就是它抓单边的行情特别的厉害，但它在震荡行情里面就很容易被这个假的突破信号给迷惑了。那均值回归就刚好相反了，它在牛市和熊市里面它的收益都不会高，甚至有可能还会亏钱。那在震荡行情当中，它的表现就比较优秀，它就属于高抛低吸的。那这里给出结论就是趋势策略适合牛市、熊市的单边行情，均值回归适合区间波动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比较一下牛市、熊市和震荡市啊。那市场类型的特征一般就分为这三种啊。牛市的特征就是持续的上涨，回调幅度较小，然后成交量较大，市场情绪乐观，然后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那通常判断的策略就是通过这种，简单判断的话就是平均线的这个，你拿一根单根的平均线来做这个，就这个叫单均值的单均线策略啊，就是比如说你设置30天线或者50天线，你在它的这个上方，那它就属于行情好的。那这个策略的话，它不适合均值回归，它适合这种趋势跟踪、动量策略和这个突破策略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回撤的一个要点啊。那熊市的情况下就刚好相反了，跌幅超过20%，反弹无力，然后成交量萎缩，尤其是这种萎缩的时候的阴跌是最可怕的啊。如果是那种快速下跌，还有可能有中间反弹的，还可以做个 T。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反过来把均线长期在均线的下方。那熊市的这个应对策略就是第一个降低仓位了，然后减少这个交易频率。那如果能做空的情况下，适当的做空做一个对冲啊。那最不适合就是去这个反弹的时候去追涨的。震荡市其实对技术派来说其实是最友好的，它适合这种就是高抛低吸的这种操作啊。虽然说指数没有怎么涨，但是它的波动区间在10%或者15%之间，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上下的空间其实是挺大的啊。那震荡是最适合的就是这个均值回归，还有这个网格交易，还有这个 RSI 超买超卖的情况。那做趋势跟踪就不适合了。它的一个到了箱体的顶部和底部，马上就进行反转。在这种做趋势跟踪的这种策略，它就认为是一个突破，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假的突破。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回撤的一个方式啊。我们通过这个均值回归的这个策略，后面我们会进行一个讲解啊。然后市场识别的一个实战，可以通过这种比如说 TradingView 啊这种方式，然后这个软件打开以后，你可以看它的这个呃，打开它的，比如说用比特的这个那个比特币的这个数据啊，然后看它的日线，然后你添加一下这个均线，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双均线策略啊，50天和200天线做一个金叉和时差的一个判断。那这种情况应对这种长的这种周期的，它就比较准确了。那如果是它是在那个分钟级别较小的情况下，它这个策略就不一定有效果了。然后这个是样本外的一个测试。那什么是样本外的测试？就是将数据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叫训练集，一个叫验证集，测试集或者叫验证集啊。然后这里的话，验证策略的一个泛化能力，避免过拟合，然后模拟真实的一个交易场景。你首先把数据70%和30%进行一个切分，然后比如说总数据是15个月，那你就通过9和6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切分。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回测命令，是2024年7月到2025年3月底，然后再从2025年4月到9月之间做一个测试。另外一个就是做这种多周期的一个滚动测试啊。那它的优点就是这个更全面的一个验证，更接近这个实盘啊，减少对这个单一时间段的这个偏差。那这个就是实战的一个脚本，我们来看，其实也很简单啊。这个就是一个策略名，然后它的配置文件，然后在这里面就是，通过这个脚本，那这个杠西就代表这个配置文件，之前前几课有讲过的这个 config 文件啊，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策略名，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时间周期。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是把多个的周期都放在里面进行一个不用一条一条的去敲执行命令了，就通过这个一个批量脚本就可以搞定了。然后这个是季度的分割，就是按照每个季度来做一个测试的。然后这个是样本外的一个测试评估标准。那
训练期的一个收益，然后这个是训练期的一个回测，然后它的一个相符比率，然后对比了它的测试期的相关的这个测试结果。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警告信号，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测试期，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个是比较合格标准了。如果是这个的话，它的这个标准就是会出现这种过拟合的啊。你看它的这个真实测试情况和它的训练结果差距是在15倍，那这个差不多是它的5倍，下午比例也是差别比较大，所以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不能用。那如何进行一个如何避免这个过拟合？就是呃训练期训练期比较完美，测试期比较糟糕，这种情况就是过拟合的一种情况。然后策略特别复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这个策略，EMA，然后这两个还好，第一个、第二个还好，第三个的话，它的这个精度就过于精确了啊，52.3啊，然后这个又小于57.8，那基本上这个区间内的能被你选择到的极少，然后满足这两个条件以外，还要再满足其他条件，那基本上就选不到了。所以它的条件过多的话，可能只符合某些历史数据里面刚好出现了这个情况，然后你把这个，然后刚好这个情况又是一大波的一个行情，然后你用这个条件去做策略，刚好这一大波赚到了，然后这个测试的结果就非常的漂亮。但是实际上这种策略根本就不实用，要不然它成交不了，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跟市场的结果背道而驰的这种情况。大部分情况下是成交不了的，因为这个历史它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重现的，它只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这种策略就要调得更宽泛一点啊，比如说30到70之间，那或者是你再保守一点，35到65之间你调一下也可以啊。MACD 这个你可以适当的放大一点，量比适当放大一点，然后这个动能、CCI 指标等等的，还有这个移动平均线这些指标辅助的加进去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条件不能设置的过于苛刻，要不然的话很难成交，有可能跑1年的数据都成交不了几笔。然后这个预防过拟合的一个方法，条件的话，建议5个左右差不多了。然后参数的话，可以这个，像用整数吧。然后区间不要设置的太小，比如说 RSI 的30到70之间，那你设置一个35到65，或者40到60，也算是比较苛刻的了，但是还是能满足。如果你设置一个30到35之间，那基本就很难那个捕获到，除非你是专门做这种反转策略的，那是进入到30到35之间这个是比较适合的。然后你再根据别的指标做判断，满足这个指标以后，再根据别的指标做判断，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用吧，做反转策略。然后这个是增加这个测试的一个周期啊，5分钟到15分钟，最好要用3个月数据。它这个就是样本的数量啊。那中期策略的话，至少要6个小时，那个6个月。然后长期策略的话是12个月，十二个月里面你实际上你按天算就是200多条数据，并不太多。如果是如果是按照加密货币的话，也就300多条。然后这个是多种那个市场情况的这一个判断，牛市啊、熊市、震荡市，然后另外就是这个高波动和低波动的这几种情况都要做一个测试验证了。然后参数的稳定性测试，这个就是参数的一个稳定性。那后面的话，我们还会讲解这个如何去优化参数，就是给这个参数一定的一个区间，比如说我给它这个25到35之间，然后默认给30，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25到35之间，它会对市场的情况进行一个优化，那找出这个最适合的这个参数，然后就是使用正则化的一个技术，这个就是通过这个 ROI 的这个梯度的方式啊。那后面就是一些实践任务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一下。然后我这些文档到时候会放在这个
我会在评论区下面把这个文档的地址发给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里就不做过多讲解了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谢谢大家。